我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逼我上床，但他很生气啊 ，He called me like a prude and all these kind of things. Hello， 我是小龙，我今年20岁。我叫 Tiffany， 今年25岁。我叫陈思源 Matthias，今年28岁。我的名字是 Patrin 俊姿。第一次分手是14岁的时候，我是15岁。我第一次分手是大概22岁。第一次分手的时候是在25岁。当时是他自己跟我告白，所以我们才在一起的。我从11岁我已经开始迷恋了他了。每个星期我们会一起在 McDonald's 一起读书。我们在为了 BSLE 准备的时候 ，right， 那只有我们两个。突然在那个 McDonald's， 他问我。当时我们的 secondary school 有一个春节联欢晚会，然后我当时要唱歌，突然间有个学长自告奋勇说他可以跟我一起唱歌，我觉得哇，学长好帅、好成熟、好稳重，就感觉是那种男神的感觉。后来我就鼓起我14岁的勇气跟他告白了，我就跟他说我喜欢你。后来我们两方就都默认是在谈男女朋友。我们在同一个学校，他是我的学长，然后我是学妹。我要找能够结婚的男朋友，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的那个人格就是要诚实，要稳重，能够照顾我一家人，然后也真心的爱我。所以这是我4个 criteria， 然后他全部都ติ๊ติ๊。但有一次我是上 PE 课的时候，刚好经过一个走廊，发现他和另外女生走得很近。我觉得，这个人我也认识，为什么他们俩走得很近？而且不是那种朋友之间，就是感觉有一些微妙的气氛。我觉得不对劲。那个男生后来自己跟我讲的，其实我跟他已经在一起了。那女生在我的班门口读完，她跟我说，你出来，我要跟你谈一下。我就出去了，她就跟我说，那谁谁谁是我的男朋友，请离他远一点。我发现我是小三之后，我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就哇！那个女生来找过我之后，我就觉得不行，这个 battle 我一定要赢，就是很幼稚的一个想法，真的就是当时偶像剧看的太多了。我们在分手的前半年，我就有一直收到他的批评，就觉得有些东西他就偏偏在刁难我吧。我觉得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如果可以改变的东西，我都要改变。比如说，好像身材方面这种东西是可以改变的。然后，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身高是不能改变的。当时我知道他是有和一名学长还挺亲近的，可是我当时也没什么防备心，因为初恋嘛，所以也没有想太多。我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逼我上床。因为这2年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那个性的关系，连他有一点放一点压力啊，要上床这种，但是我心里还没有准备好。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床上，我在做这些东西，但我突然我觉得哇，我真的不可以，我心里还没有准备好。但我告诉他，我可以停吗？那个他突然很生气，he was like，哇，你真的耶？那我说呀，我真的咯。但他很生气啊 ，he called me like a prude and all these kind of things。我们的个性其实有相同的点，然后也是有很不同的点。他的梦想很简单，他就是要快点 BTO， 然后组织一个家庭，然后回到家一个温暖的家，然后就陪着家人吃饭，他就很心满意足了。所以他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可是我顾家，可是有很多梦想要去追求，可是就是觉得我在往前跑的时候，我的男友不是能够推动我的那个人，所以我们就慢慢之间就有一个墙在中间。我从那个地铁站出来，但我要去那个巴士站，我刚好在那边我看到他跟另外一个女生，但我是那时候我看到他们他们手牵手但我这是谁吗？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就问他，嘿，那时候我在张生内看到你跟另外一个女生，她是谁啊？谁 ？My girlfriend。哇！那我就问他有没有跟他上床？He say, yeah, of course。
心痛哦，我真的心痛，然后我就开始哭了，我已经mental breakdown了。但因为 right 我那时候非常喜欢他 right， 所以我说 OK 不用紧，我会把这个事情忘记掉 ，and I will 上床 with you。Then he was like, Hey man, you're so pathetic, you know。更惨了 ，OK。Then 他要走出去的时候，我就拉他，我说 No， 不要走，please。我当时是 going to Sec 3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完了，他和那个女孩子是不想异地，所以他们是正式的分手了。在他们正式分手、正式 announce everything publicly 之后，我突然间觉得，那就说明我现在是他的正牌女友。我当时非常的兴奋，而且后来他的前女友就是我的情敌。那个女孩子跟我就是聊天聊了很久，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互相跟那个男孩子在一起，就是同时走的时候，那个男孩子都一直在骗我们两个。聊完了之后，我们came up with a master plan。我们建了一个只有我们3个人的群，然后就是互相会往群里面发一些我们和那个男孩子讲过的一些话，一些 screenshot 啊，就是那个男孩子，比如说他会骗那个女生说他和别人在一起，但他其实跟我在一起，就是各种出轨的证据。哇，所有的东西证据全部都很确凿的摆在那个聊天群里面，所以第2天那个男孩子起来就看到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一点下文也没有，就直接把我和这个女孩子全部都拉黑了。那时候我很就是纠结，因为他是我第一个男友，然后我们在一起有5年了，然后也是到达就是能够 BTO 能够结婚的那个年龄，可是就是最终自己的感情跟自己的心，你不可能欺骗到别人，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 meet 在 Starbucks， 然后是当时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然后从那里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是无法再去争取这段感情。Oh my god， 我真的感觉那时候很坏，这样可能我们很潇洒的，就是从 Starbucks hug，then don't look back， like we walk separate ways。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那一天分手了。他传了一个简讯给我，然后就这样子分了。大概过了有半天吧，我才开始回应，才开始去问他，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今天的这个后果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坚决的说，就没有感觉，然后感情变淡了，就这样子，没什么好解释的。其实我在第1个星期刚分手的时候都没什么感觉，直到1个星期后，我突然间觉得哇，什么东西都做不好，我连吃饭都没有胃口，在1、2个星期里面我瘦了5、6公斤。我那时候我每天哭，没有吃饭，但我失去了10 kg。我跟我妈妈讲，我不想继续在新加坡读书，送我去印度吧。我去印度读书的原因是为了忘记他。Then 我差不多3年在印度读书，所以我觉得OK，it's time for a drastic change。我分手最痛苦的就是觉得我当时的一个精神支柱没有了，而且就是觉得在我脑海里面一直很美好的一个男神的形象完全破裂到连狗都不如，渣男。很自责，因为就觉得我不好，然后我也是很烦恼的怪自己，为什么就是不爱一个好人，可是就是不代表那个人好，你就一定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最终我还是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就把自己放在工作上，然后就工作完了后，忙了过后就跟朋友出去玩，喝酒，尝试不同各样的东西。可是全部都是一个 activity， 一个 distraction。我就觉得全部我做的。就是那1年，其实是在麻痹我自己的心。可是正确的方式，我应该很坦白的，就是问我的心需要的是什么。刚好我当时转学，对，所以就是换了新的环境，换了新的朋友，也认识了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男生，开阔了我的视野。可能刚刚分手完的后面3、5年，我脑子里面一直会有这种场景，就是好想在街上碰到他，然后给他大骂一顿，或者被打一顿。我在和现任在一起，刚在一起不久，然后就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去到了乌节路，然后刚好我的现任和我前任
突然间看到了同一个包包，然后他们就在同一个时候遇见了对方，而且我就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抬起头的时候才看到他和就是当时所谓的学长在一起，我心里当时就觉得 ，OK， 你嫌弃我矮，可是我还比这个人高，如果你嫌弃我外貌的话，其实你应该去配一副眼镜吧。一定要相信你的第六感，一定要远离渣男。如果你发现你是第三者，一定要和这个渣男分手。你清醒一点，要尊重自己。我真的很后悔，我已经懂了他在欺骗我，我还去说来，哦 ，I'll do anything you want, just stay with me。我觉得是很 pathetic 哦，很可怜。但我也算说，我真的很开心，我没有跟他上床，因为我到现在我也是还没有准备好 ，OK。所以我觉得我这段感情有很多人可以就是体会到，就是我不懂这个我的对方是对的男生，还是可能太久在一起太久了，我的青春有限，我应该就是不要浪费时间，然后 BTO 结婚，来就是走出新加坡的梦，不要因为怕，不要因为浪费时间来伤害你50年、60年的未来。It's not worth it。希望你不会逼其他的女生跟你上床。谢谢你给我的一切，谢谢你的真心。然后我觉得现在你找到了正确的对象，然后你现在也活得比那时候还很好，所以我已经很开心了。你这个渣男，你全家你不能好死出门没天上掉下东西来我。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拜拜。渣男，拜拜。